2年零6个月前，昆桑喜欢上了养蚂蚁，在蚁巢里发现了4个蚂蚁卵，在小黑们的照顾下，它们越来越大，就像大米一样躺在那里。第3个在蚁后身边，第4只在这里，它好像已经变成了蚂蚁。小黑们小心翼翼地带着它到处旅游，但是它为什么不动呢？昆桑在网上查了一下，原来这只还不是蚂蚁，它还是蛹的状态。蚂蚁是完全变态的昆虫，要经过卵、幼虫、蛹才能变成成虫。昆桑发现以后，又产下了很多蚂蚁卵。这只小黑被派去看管这些蚂蚁卵。昆桑在开放空间里放入了一些沙子，他们开始在沙子上挖洞了。那些小黑点就是他们挖的洞吧？这不会塌吗？从侧面看，内部已经挖了很大的空间，在沙子上滴上几滴水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小黑们喝起了水。几天后，他们在滴水的地方开始打洞了。原来沙子滴了水会变结实，这样就方便打洞了。前面的蚁巢里全是洞，可是小黑们还是喜欢扩张领土。1个月后，蚁巢内部正在有序的发展，更多的小黑出现了。这里出现了很多的蚂蚁幼虫和蛹，蚂蚁家族正在不断成长。我们经常在树叶或者植物上发现蚜虫，蚂蚁保护这些蚜虫不受侵咬，来得到它们分泌的蜜露。也就是说，这些蚜虫是它们的奶牛，它们通过养着蚜虫来获取源源不断的蜜露。昆桑取下一片带有蚜虫的叶子，把它带回家里，看看放在自己的蚂蚁窝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蚜虫是怎么固定在叶子上的呢？摘下叶子都不会掉下来，把带有蚜虫的部分剪下来，放到沙子上。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小黑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。不过很快呀，就有一只小黑跑了过来，它抓住了叶子上的蚜虫，把它叼走了。很快，更多的小黑得到了消息，他们也来抓蚜虫。有的蚜虫发现事情好像不对劲了，开始逃跑。没有了叶片的营养，蚜虫也活不下去。可能这些小黑不知道它们可以挤奶，把它们当肉吃了。好吧，至少它们补充了一些蛋白质。2个月后，小黑们过得挺好的，繁殖的速度非常惊人。小黑成员的增加导致产生了大量的垃圾，他们把垃圾堆放在沙漠的角落。到了给小黑们准备食物的时候，昆桑拿出了3种食物，有红茶、番茄酱和可乐，看看小黑们会有什么反应。用这个小纸片给他们，很快小黑们就围了上来，看起来他们还挺喜欢喝茶的。喂，3點幾咧？做撚啊做，飲茶先啊！茶是好喝，可是茶叶的味道是很大的。把茶包里的茶叶倒在纸片上，小黑们会不会被气味熏跑呢？他们好像也没有很讨厌茶叶，不过也没有感兴趣，甚至没有一只小黑想叼走它。到了下一道菜，番茄酱了。看来小黑们是很喜欢番茄酱的，连个头大一些的小黑也被吸引了过来。再好吃的东西也不能暴饮暴食。好家伙，他们还不想被拿走了。吃完饭就该来点快乐肥宅水。一开始并没有小黑被吸引过来，过了一会儿，有一只小黑尝了一口之后开始疯狂了。可是他的头好像被可乐吸住了，想拔出来又有点出不来。我们来帮他一下，看来喝茶有益健康。而可乐确实是不太受小黑喜欢。6个月后，蚁巢已经非常拥挤了。昆桑又买了一个更大的蚁巢，把它们连接起来，让小黑们迁移到更大的蚁巢里。不过迁移了半天后，昆桑觉得不对劲了，有些小黑在往新蚁巢前进，怎么还有一些小黑在叼着蚂蚁卵往反方向走呢？这得搬到什么时候？以后和蚂蚁卵还有大批的小黑都已经在新家安顿好了，旧的蚁巢还剩下一些小黑，他们搬家却没有带走种子和粮食。昆桑在新家给他们放了一些粮食，这里成为了他们新的粮食库。在旧蚁巢上方打开一盏台灯，在新蚁巢上方用黑色过滤棉盖住。1个小时后，几乎所有的小黑都从旧蚁巢离开了。昆桑断开了连接的圆管，用棉花堵住了出口。旧蚁巢里还有几只小黑，不过有2只好像是芭比 Q 了，还有2只守着老家不想离开。你们是什么情况？不过不管怎么说，整个搬家过程算是顺利完成了。小黑们也在忙碌着。昆桑准备吃个梨庆祝一下。还好昆桑是个樱桃小嘴，这里面有只大虫子，差点就补充了蛋白质，那可就便宜了这些小黑了。好了，本期蚂蚁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2年0 6个月前，
昆桑喜欢上了养蚂蚁，亲蚁巢里非常热闹，蚂蚁们在沙子上来来往往的，都忙什么呢？昆桑决定制作一个简易的蚂蚁塔，把小木棍的两头都粘上纸片，在打开蚂蚁巢穴大门的时候，得注意先涂抹特氟龙防逃液，这样蚂蚁们就不会跑的到处都是。昆桑还养了沙牛，如果它们不小心跑到沙牛缸里就坏了。这还没涂抹完，就有一只蚂蚁爬了上来，它想挑战防逃液，看来挑战失败。蚂蚁还是不喜欢这种东西的，如果没有这种防逃液，自己用滑石粉和酒精制作也可以。涂抹完防逃液后，昆桑观察了一会儿，发现蚂蚁们确实不敢越过边缘，把蚂蚁塔插进沙子里面。一只蚂蚁已经爬了上来，它们可能是蚁群里的侦察兵，负责探索新的领域。很快又爬上来了4、5只蚂蚁，昆桑决定把粮食和种子撒在纸片上，完犊子，纸片太小了，想放上一些粮食还有点难。总算放好了，那么这些蚂蚁会怎么把它们运走呢？有2只蚂蚁已经发现了粮食，开始往下转移。它先用嘴叼住了2颗粮食，然后开始往下走，在纸片的背面完全颠倒着行走，这样都不会掉下来，还挺厉害的。他来到了地面，看看他接下来往哪里走。他走到了开阔的地方，把粮食放在了地上。他转头又回去取粮食。原来有朋友来接力了，在附近闲逛的蚂蚁会捡起粮食，带到粮食储存仓库里。对蚂蚁来说，这可能就是一座大楼的高度。加快速度，看一下。经过了20分钟，蚂蚁们把所有的粮食都取了下来。观察他们搬粮食的过程很有意思。如果这个小木棒算是普通的大楼，那么给蚂蚁们制作一个摩天大楼会是什么体验呢？首先准备一段长长的绳子，一卷胶带、剪刀和防逃液，把绳子绑在天花板上，从上面看下面的蚁巢。对于蚂蚁来说，这高度算是摩天大楼了。把2个桌腿垫粘在一起，剪一个开口，固定在绳子上，作为一个平台。在平台上方缠绕上一些透明胶带，在胶带上涂抹上防逃液，这好像童话里长到天空的豌豆藤啊。到了启动的时间，把绳子的另外一头放进蚁巢里。第1只蚂蚁开始了挑战。蚂蚁喜欢探索新的环境，它的同伴也在慢慢的爬着。爬了半天，蚂蚁还没爬到终点，怎么就开始折返回去了呢？只剩下1点就到顶部了。可能它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，害怕了就跑了回来。绳子最下面的部分已经爬满了蚂蚁，有的向上，有的向下，它们互相沟通，传递信息，交通偶尔也会变得拥挤。有的蚂蚁终于来到了顶部的平台，昆桑在平台放了一只小强，这只小强已经失去了梦想。蚂蚁们可以把小强带走吗？一开始蚂蚁们并没有注意到小强，他们从小强身边走过，好像对小强根本不感兴趣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昆桑又放了1颗粮食。过了一会儿，1只蚂蚁在想办法带走种子，还有只蚂蚁咬住了小强，开始把它拖到平台边缘。好家伙，他独自一人就把小强拖了下来，而且牢牢地抓住了，并没有从平台侧面掉下来。难以想象一只小蚂蚁的力量，不过可能蚂蚁觉得有点难，他又把小强拖回了平台。他改变方向，决定从另外一边爬下来，这下整尴尬了。小强带着蚂蚁一起从平台摔了下来，他们一起掉在了蚁巢上，从2米高的地方摔下来，蚂蚁都没有松口，看起来没什么问题。昆桑决定帮他一下，让他们好好的吃上一顿。看到蚂蚁摔了下去，这颗粮食没人想去搬运了，昆桑又放了1颗小一些的。1只小蚂蚁咬住了粮食，轻松的就爬了下来，安全的带到了地面。呆萌可爱的蚂蚁可以搁家养吗？天哥告诉你可以。2年0.6个月前，昆桑喜欢上了观察蚂蚁，在野外的蚂蚁窝旁边观察它们的行为。蚂蚁爬进爬出，把食物和种子搬到蚁巢里，这真的非常有趣。之后昆桑养了一些小蚂蚁，随着小黑家族的不断壮大，看到很多鱼友把自己的鱼缸改造成了蚂蚁窝，昆桑也决定给他们打造一个大 house。这需要定做一个70厘米的鱼缸，还有2块切割好的玻璃。先把玻璃上的保护膜撕掉，在打孔的位置开始画画，这个孔就是小黑的大门，通过延伸出去的线条来扩展它的活动空间。每个分支上还有更多小的分支，然后用橡皮泥开始做小馒头，每个小馒头对应绘画的一个区域。
这就是一个小蚁巢，把馒头用面条连接起来，不用油的太光滑，粗糙的表面反而会让蚂蚁窝看起来更自然。粗面条是蚂蚁城市的主干道，它看起来更宽一些。小黑们的主要交通会穿过这条大道，自己制作蚁巢需要提前考虑很多问题，比如加湿器的位置是在蚁巢后面的玻璃拐角处做一根粗面条，把玻璃用橡皮泥垂直固定在鱼缸一侧，下面和侧面边缘的缝隙用橡皮泥堵住，这样石膏就不会从缝隙流出去。把混合好的石膏溶液倒入鱼缸中，3天后，等石膏差不多干了，就可以取出玻璃，小心地清除掉石膏上的橡皮泥，残留一点也没问题。小黑们会清除掉它们。下一步开始绘画，在蚁巢外面涂上喜欢的颜色。昆生画上了树根的形状，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艺术创作。当颜料干了之后，就可以进行下一个阶段，把鱼缸横着放倒，用玻璃盖在石膏上，开始打玻璃胶，固定住蚁巢的位置，底部铺上橙色的细沙子来搭配蚁巢的配色。在小黑大门入口处铺上一块石头，方便小黑们进出。在沙子上装饰上一些树枝和干草，这样看起来很自然。顶部涂抹防逃液，把之前的蚂蚁巢核心的用圆管连接起来。小黑们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新的环境，开始兴致勃勃地探索新的空间。到了晚上，大部分小黑开始移动到新家里，以后也搬了过来。他们还安排好了房间，在旧蚁巢里很久没见过的蚁后，昆桑还以为他BBQ了。看起来这位王室成员活得好好的，在小黑们的保护下走了过来。第二天，整个迁移过程就完毕了。每个蚁巢里都住满了小黑，难以想象他们在旧蚁巢是怎么挤得下的。这里有存放粮食的空间、蚁后的空间，还有蚂蚁卵的空间。观察他们的行动非常有趣。不断的在活动，有人清理种子，有人照顾幼虫，有人在探索和搜寻新的食物，一切都很忙碌。6个月后，现在的蚂蚁城市变化了很多，小黑们几乎占据了蚁巢的所有房间。既然有了沙漠，那必须得有沙漠上的蚂蚁。昆桑意外收到一个试管，里面是生活在撒哈拉的蚂蚁，它们喜欢高温干旱的环境，给它们打造一个沙漠蚁巢，那会多有趣呢。先把试管放在一个小饲养盒里，饲养盒铺上细沙子，给他们一个临时的住所，让他们缓解一下长途旅行带来的疲劳。还是同样尺寸的鱼缸，用玻璃胶粘上防逃的玻璃条。这次昆桑决定使用一个现成的水泥蚂蚁窝，把它粘在角落里，在玻璃胶上撒上细沙子装饰一下，鱼缸底部铺上一层刺玉土，然后上面铺上各种细沙子，搭配一些粗沙子，还有一些花园土，让它看起来更自然。然后搭配上石头、干草和沉木，一个沙漠造景就完成了。把饲养盒放进缸里，打开盖子，小黑们就开始从试管中慢慢的转移了。它们原生环境是沙漠地带，白天的温度可以达到50多度，所以昆桑给它们添加了一盏灯。这好像整尴尬了。小黑们只在温度高的地方活动，原来安放好的水泥巢穴，小黑们并不喜欢住在那里，还是住在了灯光照射温度比较高的试管里。不过这个问题也好解决，在鱼缸下面放上加热垫，这样就可以保证环境的舒适性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们觉得这个沙漠造景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？好了，本期蚂蚁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呆萌可爱的蚂蚁可以在水陆缸里养吗？天哥告诉你可以。2年前，昆桑想要打造一个水陆生态缸，里面放上各种各样的小动物，小到蚂蚁，大到蜥蜴，水下的区域还有鱼和虾，那应该挺有趣吧。昆桑养了一些蚂蚁，平时的维护比较简单，偶尔给它们补点水。一开始蚂蚁的群体比较小，随着蚂蚁越来越多，昆桑想要打造一个生态缸，在野外采集一些没人要的石头和苔藓。下过雨后的树林里有非常多的苔藓，把它们临时放在整理箱里备用。用远见提前画出鱼缸的形状，这是一个梯形鱼缸，内部一块玻璃分隔水陆的区域，往上随便一个不大不小的鱼缸就得几百块。昆桑还是决定去玻璃店划几块玻璃，自己动手粘鱼缸，在侧面画出蚂蚁巢的位置，把水和石膏粉倒入盆里，开始和泥巴倒出了一大坨，然后用手摊平，等石膏拌干了之后就可以进行艺术创作了。
然后用螺丝刀开始挖隧道。没有完全干燥的石膏，挖起来很轻松。接着把石膏巢穴放在鱼缸干区的一侧，这差点给整缸裂了，还好接上就能继续用。铺上海边挖来的小野沙，一块82年的老沉木，上面倒上大量的腐殖土，装饰上石头。在水下的区域放一个杯子，杯子里放上一个小水泵，水泵的水通过管道引流到上层，自上而下形成一条河流。左上角放一棵植物，代表森林，铺上苔藓宝石。问题又来了，河流的水通过沙子和腐殖土会直接渗入地下，怎么能让水直接流到下面的区域呢？太简单了，一个塑料袋就可以搞定。在塑料袋的底部铺上小石子，河流的沿岸铺上苔藓，这块长满苔藓的烂木头就当做小桥吧。干区安排好了，开始打造水下的部分。先铺上一块大沉木，沉木的须根跟陆地连接在一起，方便两栖动物来到陆地上玩。给水下的区域加满水，沉木上绑上箬丝，种一些水草，安装一个小型过滤器。在养水的前期可以给鱼缸打氧，培养消化细菌，这样一个水陆生态缸就做好了。先把第一批居民蚂蚁放进去，这个试管里有蚁后和一堆卵，还有一些工蚁。把试管和蚁巢用圆管连接起来，蚂蚁生活在阴暗的地方，在光照的刺激下，它们开始搬家了。一只勇敢的蚂蚁开始探索新的领域，在得到可靠的信息后，其他的蚂蚁也开始了搬迁。20分钟后，它们已经为婴儿们找到了合适的房间，在工蚁的保护下，蚁后也搬了过来。接着该放入几条蜥蜴了，幸好它们不像壁虎一样可以在玻璃上行走。到了晚上，他们就会找到阴暗的角落躲起来。3天后，陆地的部分还是没什么问题，水下就不对劲了。本来清澈的水变黄了，好像有点上火了。原来是沉木的问题。新买的沉木会释放腐殖酸，造成水质变黄。为了能尽快把水养好，昆商决定加点净水物质，那就是活性炭。把活性炭添加到过滤器里，鱼缸里也撒上一些，它可以吸收水中的有害物质。1天后，虽然还是有点黄，不过看起来不错了。好家伙，沉木上又出现了一层白毛，这是啥玩意儿？原来这是菌膜，对鱼没有害，过段时间就会消失。陆地森林的部分被蜥蜴主宰着，没隔几天昆商就会喂它们吃一些小强，看看它们捕食的技术怎么样。这下整尴尬了。有时候他们会为了吃的东西争抢，小家伙不甘放弃，跑去把自己的食物抢回来。1个月后，大树缺乏水分 BBQ 了，很多苔藓也因为太干燥而变黄。有的蜥蜴在苔藓下面做了洞穴，很显然陆地的部分失败了，得重新打造一下。把蜥蜴抓出来，然后把泥土上的植被都去除，接着放入一些蚯蚓，它们可以松动土壤。在土壤下撒上一些草种子，1天后，土里冒出了很多小豆芽，把蜥蜴重新放里头，慢慢的土壤上长成了好看的草坪，甚至还有一棵不知名的植物。养了1个月的水，水变得很清澈了，沉木上的菌也都消失不见，水里出现了一些小蜗牛，还有昆商放进去的一些远古生物，恐龙虾。昆商还种上了各种各样的水草，玻璃上也出现了很多微生物，它们太小了，都没有1毫米大，它们不会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，反而会成为小鱼的食物。对于缸里的那些蜗牛来说，几只杀手螺就可以解决它们。杀手螺发现了猎物，它靠近了猎物，也许这只蜗牛对它来说太小了，这可能是假的杀手螺，连蜗牛都骑在它们身上，一点也不怕。昆商养着蚁巢中的蚂蚁，找不到蚁后了，可能是工蚁叛变，杀死了蚁后。没有蚁后的蚁巢可能会逐渐消亡。昆商又给他们带来了一只新蚁后，现在把它放到蚁巢里，可能会被当作敌人，那怎么办呢？停止给蚁巢加水，只在这个小房子里加湿，蚂蚁就会聚集在这里，在烧杯的边缘涂抹防逃液，然后把小房子里的蚂蚁抖出来，这里就是全部的工蚁。把烧杯里面加上忘情水，加水的同时默念咒语，年轻就是好，倒头就睡。等他们全部睡着后，就可以过滤出蚂蚁了。在他们醒来后，他们就忘记了原来的蚁后，而接受了新的蚁后。生态缸的蚁巢里长满了小草，原来蚂蚁们把草种子搬进了蚁巢里，它们在潮湿有光线的环境下发芽了。昆商还放入了一些鼠妇，
他们会吃掉一些霉菌，是生态缸里的清洁工。水下的部分，昆桑还添加了一些小鳌虾和一些热带鱼，昆桑定期给他们喂食，以防止他们偷吃小鱼。不过在添加鳌虾之后，清澈的水变成了浑浊的。原来他们每天都在翻来翻去寻找食物。现在缸里已经有了这么多种生物，看着他们共同生存在这个生态缸里，还真的挺有意思。好了，本期生态缸就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呆萌可爱的小香猪可以搁家养吗？天哥告诉你可以。2年06个月前，昆桑在网上买了一只小香猪，这是一种长不大的宠物猪，小小的体子，大大的耳朵，样子非常可爱。虽然很小一只，不过价格比菜市场的猪肉还贵。昆桑很喜欢吃排骨，这是一只出生2个多月的小猪，浑身粉嫩粉嫩的，就叫它小黑吧。刚来到陌生的环境，小黑还不太习惯的样子。昆桑给他准备了一个狗窝，他就开始用鼻子在挖呀挖呀挖，这可能就是小黑的天性吧，喜欢用鼻子把土里的食物拱出来。小黑的鼻子很灵活，身体不大，力气却不小，对着昆桑的手臂就是一顿乱拱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原来小黑在撒娇，这是对主人表示好感的意思。他在房间里找啊找，可能是饿了吧？那他吃啥呢？那肯定是猪饲料，加上一勺酸奶，再加上点水，用手拌匀，小黑的饭就做好了。小黑闻到了香味，就过来吃了。他把嘴插到食物里吃饭，感觉小黑一点也不挑食儿，给什么就吃什么。主食喂猪饲料，还得搭配一些蔬菜和水果，保证营养丰富，这样才能让小黑健康长大。苹果也是小黑爱吃的食物，仔细看它的小屁屁，上面都是绒毛，小尾巴细细的，也挺好玩。小黑吃的到处都是，提前铺上一个尿不湿还是很有用的。吃饱喝足就开始逛街，他怎么不睡觉呢？这样下去会变瘦啊。不过也好，足够的运动才能锻炼肌肉，而且还能训练小黑在野外拉粑粑的习惯。20天后，昆桑在院子里烤肉吃，用的是小黑同伴的肉。小黑也好奇的凑了过来，看来他也想帮忙啊。这烤盘好像买小了，算了，凑合吃吧，还要什么自行车？过了一会儿，烤猪又做好了，这香味把小黑也吸引了过来，鸡肉味嘎嘣脆，把小黑都给馋哭了。作为猪的代表，这又这么好吃，得给小黑点个赞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昆桑就会给小黑洗澡，小黑会在卫生间外面等着，得到允许后才会进来。这个盆好像太小了，小黑已经长大了，得给他换个大盆，这样泡热水澡就非常舒服了。3个月后，小黑长得也挺快的，浑身胖乎乎的。今天昆桑又馋了，那么就来烤猪肉吧，让小黑也一起吃饭，省得他闻到肉香就馋了。好家伙，这肉还没烤好，小黑就迫不及待了。你这不是刚吃完吗？来，小黑，你先吃一块。小黑闻了闻就走开了，他怎么不吃呢？难道他喜欢加糖呢？昆桑端起盘子要吃，这小子又过来捣乱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谁能给我个解释？到了晚上，小黑跑到了昆桑的床上，看来这是感觉到寂寞了。昆桑喜欢拿小玩具给小黑挠痒痒，这样2个人都非常解压。100天后，昆桑突然发现江猪，这只也是2个多月大，体重有3公斤的样子，浑身黑黑的，就叫它小白吧。刚来到家里的时候，小白还是很胆小，把它抱出去接近一下大自然，可能就会好一些吧。慢慢的，小白越来越开朗了，对黄色的食物非常喜欢，连碳酸饮料的味道也想尝一尝，就是喝了之后状态不太对劲。7个月后，小白的体重越来越控制不住了，现在已经是25斤，这还是小香猪吗？昆桑带小白去宠物医院检查，医生说这属于正常现象，不要给小白控制饮食。就是这打哈欠的感觉，越来越像二师兄了。小时候被狗欺负的小白，现在被打了就会还手。就算自己的床被狗子睡了，也有了赶走他的底气。10个月后，小白的体重来到了40斤，笼子里已经关不住他了，现在都是放养的状态。14个月后，昆桑背着小白来检查身体，现在的体重已经50多斤了，昆桑已经快背不动他。检查一切顺利，小白很健康。偶尔昆桑也会带着小白去相亲，看着邻居的小香猪，小白又在这挑肥拣瘦的。他不开心的时候，都敢对着昆桑动手动脚，这能忍吗？看着小白浑身香香的份上，自然是能的。好了，
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